狠狠打！全速冲过去！是。带足武器弹药，下车快！快！叔佐，怎么了？他们又停下了。 不会又被他们察觉了吧？队长，为什么要停下车？我们必须改变路线，不许打弯，而奔滕州，但是必须先经过太子谷。去滕州要过柳江，如果没有船怎么办？有水就会有船。这可是舍近求远啊！这我知道。听着，我打头，陈先生、陈小姐跟着我。 王金生断后，出发。是是。行路的太狡猾，他一定是要弃车进山。马上传令，命令所有人跟上他们。你们3个从这儿斜插过去，争取迎头堵住他们。我带其他的人跟在他们的后面。 一定要把他们围在山里。是，快，都跟我走，跟上，快！跟上去，快！这边，跟上！快点！快点！快！陈先生，跟着我。往后传话，任何人都不许掉队，别掉队，别掉队，不许掉队。你有的时候感觉很准确，不是有时候。你自问比白日如何？我当然不如他。谦虚。看看我现在的处境，你应该清楚。
们就在这儿等着，都散开，准备好，散开！后面跟上。李铁，到。情况怎么样？前方有敌人呈扇形把我们包围，大概多少人？不太清楚，但肯定有人。咱们走这边，告诉他们跟上。好，跟上。跟上。怎么到现在也没有动静？会不会从别处走了？不会的。在这种地方，就是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，也不一定能发现我们。师妹说的对，我们得把人散开，就像撒网一样，这样逮住他们的机会才更大。行，就这么办。那我先过去看看。好，好，小心点。
留在共军小分队经过的路上。滕州，他们又改了道。地图。去滕州应该往东，咱们方向完全偏了。雷，在。你去和风雾会合，告诉他们，不要和共军小分队硬拼，能做多少做多少。是。高一，到。你带10个人去支援他们，方法一样，能打则打，能围则围，但一定要紧紧地咬住他们。我和总指挥带剩余的人，先行赶到柳江渡口。如果不能在林子里面消灭他们，柳江渡口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。是。总指挥，您看这样合适吗？如果他们再突然杀个回马枪，改到大湾怎么办？他们已经离大湾太远了，况且风雾现在紧咬着他们不放，要想改变方向，没那么容易。行，就这么办吧。出发。坟？坟有什么可怕的？师妹，我们要当心共军小分队打我们埋伏啊！放心吧，师兄，他们只是想甩掉我们，不是想跟我们拼。那也不能跟得太紧。不行，我们必须咬住他们。况且我也相信，处所肯定会先行赶往柳江。我们绝不能让共军小分队又溜回太子谷方向。乘扇形往前走，快！队长，什么事？你看，陆队长，咱们让这敌人给咬上了。
咱们的人都不见了。去找找看，快去！去吧。士兵小心！糟了，别是他们中了共军的埋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快去帮他们啊！弟兄们，走！快！师兄，快撤吧！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弟兄们，撤！快点！撤！这个小镇，我们地图上没有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在想，敌人用来追我们的人手是不是太少了？也许多数人还在后面。有这个可能。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们把网撒得太大了。可假如敌人没有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追我们上，那你说，他们会把主要力量放在哪儿？放在我们前进的路上。从太子谷谷口我们进山后，敌人是想把我们围在山里消灭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人手。可是我们突然改道去滕州，正好打乱了敌人的布置，所以他们也就不愿意跟在我们屁股后面了。追总是被动的。要是我，就把主力放在下面，放在通往滕州的道路上，包括渡过柳江的渡口。可是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的前提，是敌人知道我们要去滕州。可我想，敌人他们不可能知道。行进路线自然会把我们的意图暴露无遗。你现在去滕州，不等于自己往陷阱里跳吗？谁说我非要去滕州？那我们去哪儿？我就藏在这山里不动。不动？请原谅我多嘴，陆队长。你待在山里不动，等于是浪费时间。等后面的援兵一到，白日的人肯定会把这里围起来搜山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想走，恐怕就不容易了。我认为敌人不会那么做。你认为？哼！他们既然没有集中优势兵力，把我们设法围在山里，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因为我们是在暗处，他们无法确定我们的位置。与其两眼一摸黑，不如把自己放在暗处，让我们自己走出山，摆在明处，这才是明智的做法。那你就藏在这里不动了吗？是啊，只要你还想走，早晚你都要走到明处去的。那就要看我怎么走，什么时间走了。我就是要在他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露面。到那个时候，着急的一定会是他。他会害怕我再一次的改变行进路线，所以一定会先我们而动。
这样，他们就会把自己再一次的摆在明处，而我们就会再一次的由被动变主动。所以我认为，那个时候走，要比现在走容易得多。那就看谁能沉得住气了。斗智斗勇，无外乎也就是这么个斗法吧。原地休息，玩溜，到，警戒。